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犹他州一场竞选集会上危言耸听，警告中国经济出问题了，已成滴答在响的所谓定时炸弹。您对此有何评论？好的，主持人。那么拜登总统的定时炸弹说当然是无稽之谈，毫无逻辑与理性可言，也大失一国之尊应该有的体面。今天王毅在新加坡与李显龙总理会见时的一番话，可以看作是对美方最新动作的隔空回应。那么李显龙他在会见中就谈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期待大国发挥引领作用来寻求互利共赢。对此呢，王毅就特别指出，美国出于维持单极霸权需要，不愿看到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振兴，一方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冲撞中国的红线底线，一方面呢撕去公平竞争的伪装，胁迫他国搞针对中国的单边保护主义。那么这些个倒行逆施只会损害其自身信誉，向世人呢证明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那么我还想特别补充一点，前2天一位深圳企业家的哽咽全网刷屏了，没错，就请让王传福来回答拜登。我认为这是对所谓定时炸弹污名攻击的最有力的一个还击。那么深圳车企比亚迪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跨过量产交付500万辆的这个门槛，成为新能源车领域最靓的仔。但是呢，也请回想20多年前，当中国推开世贸前身关贸总协定的大门，那么当时主流舆论场上也曾有这样一种焦虑追问：国产汽车业怎么办？能不能经受进口车的全面冲击？但是呢，20多年之后，中国汽车业不但活下来了，而且呢还活得很精彩。中国晋升新能源汽车的领军者，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一段时期以来国际舆论场上唱衰中国经济的噪音与论调不绝于耳，甚至呢有学者大肆鼓噪中国正在陷于所谓的经济长新冠之困云云。那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经济的怀疑与不确信有各种归因，不了解误解者有之，偏听偏信者有之，那么刻意抹黑大肆攻击从中者同样呢也是大有人在的。但是王传福们他们持之以恒的创造性的努力，始终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也是信心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呢，我个人很认同美国知名记者何伟的一个提法。他前2年在《纽约客》上刊发封面长文 The Rise of Made in China Diplomacy， 中国制造外交的崛起。何伟就认为，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崛起，正在为中国的外交带来源源新动力。比亚迪的强势崛起，无疑呢是中国制造外交它的又一个好故事。当然了，对拜登所谓定时炸弹说，我们也要特别留意他信口胡喷的真实语境与背后的动机。那么这也让我们对美式选战乃至美国政治的潜规则有更加深入透彻的理解。那么对拜登胡喷的真实语境，您又如何解析呢？对于拜登这所谓定时炸弹说，我将它呢定性为进阶过火、尽是癫狂的竞选喷子式话语。那么比照这样一种画风，完全也可以信口开河。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已经沦为随时都可能会燃爆的核弹。这不，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上周刚刚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理据呢是对美国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和财政管理能力的担忧。而拜登政府递交的特别拨款申请，一旦被国会否决，那么早就在滴答作响的美国政府公债的炸弹就将被正式引爆。它的直接后果除了政府关门，还会有什么呢？也要指出，美国总统他是在签署对华所谓特定敏感技术领域投资审查设限的这一道行政令后的第2天做出这一番攻击性表述的。我昨天呢在节目中也曾经评论，尽管这道总统令是白宫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美方所谓的对外投资设限，而且呢明确指向中方，但是呢行政令全文并没有直接点名，而是以所谓特定关注国家来指代，甚至呢还装模作样的使用了复数来做指代。今天《纽约时报》也爆料说，美国总统刻意保持低调，试图避免用周3的行政令来激怒中方。本人呢并没有对签字行动发表评论，而是呢通过书面材料和不透露身份的助手来进行背景介绍，来宣布白宫的所谓破天荒行动。但是呢，拜登一旦开启到竞选模式，
进入到类似周四在犹他州盐湖城的竞选筹款的这种拉票场合，这位史上最高龄的竞选连任者，他的疯劲就上来了，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虽然拜登昨天也声称无意伤害中国，希望发展理性的双边关系之类，但是呢，身为总统抛出所谓的炸弹说，当然已经不能用理性来衡量了。我也注意到，拜登上一次呢对中方胡喷是在6月间的另一场竞选筹款会，引发了一场跨洋的外交风波。可以预料，鉴于美国大选年的日益迫近，更因为明年大选的极致奇葩，那么美国对华表演的各种癫狂将会变本加厉，也将会变得愈加没有底线。那么在您看来，美国大选的极致奇葩将如何体现？这对中美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当年，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曾经在民主党大会上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站着就让他们搞下三路吧。”这当然是对特朗普所代表的不守底线、不讲规则的厚黑竞选乃至行事风格的猛烈抨击。但是呢，现在别说底线与规则了，甚至法律也成为直接挑战的对象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注定会刷新各种奇葩记录。时至今日，身为前总统的特朗普，他尽管官司缠身，甚至呢不排除会面临牢狱之灾，但是呢，各种民调都在显示他在共和党头号候选人的这个位置无从撼动。各种丑闻、诉讼与出庭都不能动摇他的选民基本盘。所以啊，明年大选很可能将成为2位新老总统的对决，也是2位最老候选人的对决，更可能是这些个所谓的被检控的对象瞄准白宫的再次冲刺。请注意，拜登昨天在竞选集会上对中国呢可以说是张口就来，而死对头特朗普同一天对在任总统的言辞攻击，就更是各种扎心无极限，无异于选战的预演。当然了，这样一种厚黑的攻击本来就很特朗普。特朗普昨天在自家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对拜登的攻击啊，最恶毒的一句全部呢用大写字母加上感叹号的标注 ：He is a mental catastrophe that is leading our country to hell。他就是个脑残灾难，正在把美国带向地狱。可以预料，这样一种恐吓、威胁式的竞选语言与奇葩乱象将会在美国大选年里突破各种底线，密集上演，泛滥成灾。我们呢，不妨拭目以待。美国2023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正式发布，不出意外地再次渲染所谓中俄威胁，并将中国视为美国唯一强劲竞争对手。华盛顿的情报机构如此重视中国，反映出美方怎样的战略焦虑？此举与美方营造的舆论认知战和拜登最新签署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又有何关联？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8月9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消息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发布了2023年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报告，声称该报告为美国情报界未来4年提供了战略方向。查阅这份20页的报告，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报告共列举了6大目标，反映美国当前战略环境的关键要素，包括强化情报界的定位，以应对剧烈战略挑战；扩大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应对跨国和跨界挑战等。而海恩斯在报告序言部分的醒目位置就赫然写道，美国的战略环境距20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美国面临着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威胁环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这份报告无端将中国描述为美国唯一一个既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并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方面越来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竞争对手。对于俄罗斯，报告则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莫斯科对欧洲和欧亚地区安全秩序构成了最直接和持续的威胁，并且是全球破坏和不稳定的根源，但缺乏中国那样的全方位能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表示，国家情报战略阐述了我们必须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以便通过伙伴关系、技术创新、多元化人才和专业知识来解决与中国的竞争、气候变化和全球粮食安全等问题。他提醒美国情报界必须保持敏感。事实上，美国情报界近年来已经发布了各种版本的报告，多次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1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就已经把中国放在了头号威胁的位置上。
观察指，美国情报界反复炒作、污蔑、抹黑、攻击中国，不过是为美方扩张军备、维持霸权找借口，同时也是美西方企图通过议程设置对华发起舆论认知战的惯常操弄。值得一提的是，海恩斯执掌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为内阁层级美国情报系统，自2004年设立起，直接受美国总统指挥及管理，送到白宫的总统每日简报就是出自该机构。有分析认为，此时发布2023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有为拜登签署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背书之嫌。拜登于9号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对中国实体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特定人工智能系统3个领域的部分投资。他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为了应对中国等国所谓在对军事、情报、监控或网络能力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威胁。妹妹称，过去1年，美国政府已向盟友和合作伙伴通报了该行政令，并认为必须与他们协调执行，但截至目前尚无人跟进。英国《金融时报》10号报道称，英国政府发言人回应表示，英国将密切关注这些新措施，同时将继续评估一些投资所附带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报道解读称，这表明面对这种新安全制度，英国首相苏纳克的态度更为谨慎。在决定是否效仿美国之前，苏纳克政府正咨询本国商界和金融界的意见。金融时报进一步分析，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总体态度根植于一种冷静的愿望，即尽可能与中国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做生意，除非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路透社则提到，英国最近一直在寻求稳定对华关系。不过，截至2021年底，英国对中国内地投资额为107亿英镑，对中国香港投资额为776亿英镑，小于对美国的4614亿英镑投资。因此，有专家分析，英国更看重美国的市场，或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从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及后来的这个拜登政府时期，我们看整个英国政府对华政策就是完全是可以说是追随了这个美国对华政策的这样一个变化。当美国对华政策这个趋紧，它也趋紧；有所缓和，它也缓和，就是看到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知道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其实英国跟美国签署了大西洋宣言，英国已经明确表示要和美国协调战略立场，甚至可以说就是追随美国的这个政策。当前，全球正处于技术创新变革的关键时期。对于各国企业来说，失去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极可能在世界创新竞争大潮中失去主动权。华南美国商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近60%美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约30%受访企业计划扩大再投资，足见中国市场对美企的重要性。事实上，行政令发布后，外界持续观望包括7国集团国家在内的美国盟友会否效仿美国的做法，而欧盟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样谨慎，认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可能会损害其经济。余祥指出，二战后，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欧洲一直寻求战略自主，但是每当与美国出现政策偏离之时，美国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伎俩，将其重新拉回与自己并行的轨道。这个目前整个欧洲的整个经济形势，我用2高1低来给它概括。2高就是它目前来说是一个高利率、高通胀，低就是它这个是低增长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欧洲，我个人觉得它既不希望失去美国这样一个大市场，以及来自美国的投资，但同时呢，它也急需要去拓展中国的投资、中国的市场。我觉得欧盟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尴尬境地，或者它极度的去想，就是实现这样一个在这个大国之间博弈之间的一个平衡。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